我都没拥有过70到200mm 的镜头。之前有试过佳能系统的70到200mm f2.8 那支，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镜头很重。每个相机的品牌 f2.8 或者是 f4 都会有这个焦段的镜头，尤其是 f2.8 这支，重量多数都超过1公斤以上，体积又大。所以今天我想与大家聊这支腾龙的索尼 F1 接口70到180mm f2.8 这支镜头。最让我想试试这支镜头的原因，就是它的重量及体积，还有它的价格，比起原厂索尼的镜头要便宜一半。这几年，腾龙推出了几支索尼接口的镜头，镜头的锐度、对焦、散景等等的表现相当的不错。17到28mm、28到75mm f2.8 这两支镜头，让索尼用户都很满意。这次腾龙推出了70到180mm f2.8 这支镜头，总算涵盖了从超广角17mm 到180mm 的焦段。这就是所谓的大三元，都是恒定 f2.8 光圈的镜头，一支负责超广角，一支负责标准变焦，而这支70到180mm 就负责长焦。3支镜头加起来就是摄影师们常用的焦段。镜头长度只有 14.9 厘米，宽 8.1 厘米，重量也只有815克，对一支 f2.8 焦段的镜头算是很轻。索尼原厂的70到200mm f2.8 都要 1.48 公斤，在长焦段 180mm， 最近对焦为85毫米，镜头是使用 67mm 的滤镜，镜头身也只有一个 lock button， 比原厂索尼便宜一半的价格，会不会镜头的表现也要打折一半？腾龙这几年推出的新镜头不止价格便宜，不过在制造方面不会马马虎虎，镜头看起来坚固耐用，拍出来的照片都得到很好的评价。这支镜头是使用 VXD 的马达，对焦声音很小声，不怕被机身收录到对焦的声音。我们来看看拍照时对焦的速度，也看看在拍摄视频时的对焦。这支镜头在 70mm 这个焦段使用手动对焦，还可以拍微距的照片。最近对焦大约是27毫米，有这样的功能其实很方便。突然要拍微距的照片，可以拿来应急一下，拍食物，拍花朵。虽然只有 0.5 倍的放大倍率，拍出来的效果也不错。背后虚化的画面看起来是有一点杂乱，不过也是这支镜头特别的地方，见仁见智。或许你会不喜欢200mm 的焦段配合 f2.8 光圈，照片拍出来那种背后虚化的效果都会很明显。配合200mm 的压缩，都把那一瞬间的美丽画面定格在那里。在 70mm 及 180mm 的焦段 ，f2.8 画面中央都很锐。边角也算是不错，可以放心使用光圈全开 f2.8 来拍摄。收缩一级的光圈到 f4， 当然边角画面就更加的完美。现在的镜头一般在锐度上都不成问题，呈现出来的都会令人满意。至于边缘视光 ，f2.8 就相当的明显。
F5.6 以后就改善很多。在后期使用电脑软体来调整，都可以解决边缘视光的问题。在镜头变形方面，如果关闭机身的变形控制，在 180mm 的焦段会产生稍微的变形，70mm 的焦段就没有变形。这问题都可以使用软体来解决，或者开启机身变形控制。这支镜头在 180mm 的长端，比起索尼原厂的70到200mm 要少20mm， 会不会短了一点？我觉得是没差很多。看在价钱上比原厂要便宜一半，还有体积也小，重量也要轻一半的份上，我可以接受只有 180mm 最长的焦段，再加上恒定 f2.8 的光圈，可以说这支腾龙的镜头物有所值。配合腾龙的17到 28mm 即28到75mm 的镜头，搭配索尼全幅相机，这个大三连的组合已经可以让你完成很多拍摄的任务。我暂时还找不到什么理由不买腾龙这支镜头。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个焦段，买这支镜头就对了，把省下的钱拿去旅行，然后拍多一些漂亮的照片。这支镜头是由 YL Camera 提供做测试。YL Camera 是一家有名的摄影器材商店，在吉隆坡一带有几家分店，老字号，服务也相当的好，供货也很齐全，什么牌子的相机器材都找得到。我的相机都是在那边买的，如有兴趣想了解更多，可以在以下点击他们的网站。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毒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嘿嘿，我是摄魔啦，摄影的摄，请按 Like 及 Subscribe。